20战全胜，从未失手。他是掌握水、土、火、气4大元素的将士神通。如果对手遇到他，他会凝聚体内的查克拉，先来一波火影结印，再拿出丢弃在人间的死亡笔记，来告诫所有的观众，死神要来收人了。学生时期遭受霸凌，却因一部电影开始练武，全球各地留下征战的脚步，从武林风一路打到 UFC， 甚至对上了自己的偶像蜘蛛安德森·席尔瓦。华丽的出招，中二的舞步，让他在格斗界迅速走红。进入 UFC 短短2年时间，就赢下了重量级冠军蜘蛛席尔瓦、五星哥惠特克、神兵罗梅罗、魔鬼肌肉人科斯塔，无一例外全部在他面前败阵。他是拳手中最痴迷动漫的，也是动漫迷中最能打的。今天大师也会带你了解格斗史上最中二的冠军以斯利·阿迪萨亚是如何一步步横扫重量级。1989年7月22日，阿迪萨亚出生于尼日利亚拉各斯，家中一共有5个孩子，而他正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会计，母亲是一名护士，在当地有着非常稳定的收入。阿迪萨亚在小学期间开始接受跆拳道训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成了家中的破坏之王，所有东西都被他踢了个遍，甚至有一次在沙发上因为模仿后空翻，当场摔断了胳膊，最终遭到了母亲的反对。跆拳道对他来说太危险了。阿迪萨亚10岁那年，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毕业后就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带着5个孩子搬到了加纳，并且计划着移民到美国生活。2001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让父母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那就是轰动全球的911事件。父亲改变计划移民到新西兰，来到新的国家，踏入新的学校。阿迪萨亚却因肤色的问题遭到了身边同学的歧视，甚至同学在路过他家门口时会对着他大喊：回到你的国家，你这个黑人。 You get picked on, you get cast aside in a way, like an outcast, because you're different. Not even look like them. Me trying to fit in just never worked at all. 同学的歧视让阿迪萨亚感到迷茫，也尝试着改变大家的看法。在学校的才艺展示上，他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尽管所有同学都已经看得傻眼，但对他的霸凌并未因此停止。在这段不堪回首的时期，是《火影忍者》和《死亡笔记》陪着阿迪萨亚一起度过，这也是后来的每场比赛都会1比1还原动漫手势的原因。或许这一切早已成为他心中的信仰。阿迪萨亚真正的接触格斗，也是因为一部动作电影。在看完托尼贾的拳霸之后，被华丽的打斗动作吸引，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受欺负。18岁那年，阿迪萨亚开始了泰拳训练，并陆续打一些业余比赛。20岁那一年，他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在家人的极力反对之下，他放弃了学业，专心打比赛，并在业余比赛中积累了32战全胜的不俗成绩。这个数据也侧面反映出这小子是个练武的料。21岁那年，阿迪萨亚为了提高格斗技，只身一人来到奥克兰，找到了现在的教练尤金·巴里曼，开始了综合格斗训练。因为阿迪萨亚心中坚信，只掌握一门武术并不能成为擂台的最强者，他渴望学到更丰富的技术，而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一切融会贯通。阿迪萨亚在这所训练馆不仅学习了巴西柔术和拳击，也认识到很多新朋友，轻量级的刽子手丹胡克，羽量级冠军大帝亚历山大，一起训练，一起交流，这种感觉远比同学间的欺辱要更舒服、更自在。阿迪萨亚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是一名双修行选手，站立格斗和综合格斗同时进行。在周围人眼中，他只不过是从一个鲨鱼池跳到另一个更大的鲨鱼池，但是在阿迪萨亚眼中，只有小孩才做选择题，而我选择的是通通吃掉。阿迪萨亚拥有如今的战绩，离不开他劳模般的出场率。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快速积累比赛经验，上一场发现不足，下一场立刻调整，让各式各样的不同对手成为他升级路上的经验包。曾经仅仅用了1年时间，就连续打了12场比赛。这样的出场频率，看似每个月准时来一次，其实很多选手都很难办到。这其中要考虑到选手的伤病，一旦受伤就会很长时间的休养，也侧面反映出阿迪萨亚在比赛中受伤几率几乎很低。华丽无比的旋风踢犹如龙卷风般席卷对手，变幻莫测的变线踢让对手彻底看不清套路，只能躺在地上静静的发呆。翻开阿迪萨亚的职业手册，截止到2017年，阿迪萨亚的战绩已经刷新到综合格斗11战全胜，站立格斗75胜5负，
拳击比赛5胜1负，97场职业比赛只有1次被 KO。这样逆天的比赛战绩引起格斗界注意的同时，也收到了 UFC 赛事的邀请。2018年2月，阿迪萨亚在 UFC 首次亮相，对上了来自澳大利亚、拥有着11战1负的罗伯·威尔金森。经验老道的阿迪萨亚把这场比赛硬生生地打成了个人表演秀。Like the speed on that jab as well, Jimmy, to focus on the hands and not the thing forward. Oh, with that effect so much. That's it. Israel Oso according to him. 2018年1年时间内就顺利收割了4名对手，在 UFC 完成了一波4连胜。对战布朗森时，还被对手嘲笑身材太瘦弱。如果对手实在太吵，他也会用中二的方式回应对手。如果用肌肉来衡量胜负，还要着8角铁笼有何用？赛前一波火影结印，场上身法戏弄对手，用精准来战胜力量。变线踢后的快速出拳，一拳一拳砸在对手的脸上。对手在阿迪萨亚眼中只不过是进阶路上的棋子。现在由我来告诉你，谁才是场上的主宰者。2019年2月，阿迪萨亚对上了自己的偶像 MMA 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冠军蜘蛛安德森·席尔瓦，曾经保持着 UFC 最长的连胜纪录和最长的统治纪录，一度被评为重量级无法逾越的神。2年没有打比赛的蜘蛛再次登台，激动地流下泪水。作为后辈的阿迪萨亚对偶像是绝对的尊重，而这场比赛也被誉为重量级新老交替之战。极其相似的擂台风格，也让观众看到一位镜像版蜘蛛。Wizards. Striper looking amazing. 双方打满3个回合，最终阿迪萨亚以判定的方式赢下比赛。结束后，双方互相跪拜表示尊敬。虽然年龄相差了14岁，但是为观众上演了一场顶尖技术流的功夫大片。遗憾的是，老蜘蛛已经不在巅峰。这场比赛也让阿迪萨亚得到了争夺临时冠军的机会。2019年4月 UFC 236，阿迪萨亚对战凯尔文·盖斯特鲁姆，这位终极斗士第17季冠军，职业战绩为15胜3负。而这场龙争虎斗不仅被评为年度最佳比赛，也成为了阿迪萨亚加入 UFC 以来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What? ¿Qué pelea nos están hecho el resto, Kelvin? Pero Israel le pone el 1-2 y se venga, vamos a sacarnos, quedan 30 segundos. Kelvin va Parece... 5个回合的火力全开，阿迪萨亚以一致判定赢下了比赛，成为了重量级临时冠军。短短2个月时间，2次拿下了当晚最佳比赛，家人也上台为他庆祝。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当初选择的路没有错。然而下一步剑指冠军，这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近10年的磨练和铺垫，或许就是在等待这一天。2019年10月，17战全胜的阿迪萨亚终于等到了问鼎冠军的机会，对上了重量级正式冠军五星哥。曾经2次击败神兵罗梅罗，合气道、空手道、巴西柔术皆为黑带，在此之前保持着9战全胜。而这场冠军级的较量，从头到尾，在我看来，更像是阿迪萨亚的个人秀。曾经热爱舞蹈的中二少年，为自己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入场方式。 Choreographed intro walk-ins we do not do here, and we will not do as long as I'm here. There's not many scenarios where fight fans want to see men dancing ever. It was my show, so I was like, I'm gonna do this my way. To be the biggest fight we'd ever d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pany, and it was for the title. I said, let's do it. UFC 243当晚，阿迪萨亚在近6万观众面前实现了成为舞者的终极梦想，用自己最满意的舞步震撼全场。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Got me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入八角铁笼之后，拿出丢弃在人间的死亡笔记，在笔记上刷刷点点写下名字，并告诫现场的所有拳迷：死神来收人了。203公分的臂展，无限的闪避后仰式攻击，躲开对手攻击的同时，还能打到对手的下巴，一发光炮彻底带走现任冠军。短短2个回合一战封王，就完成了一次江山易主。获胜后的新科冠军将第一条 UFC 腰带送给母亲。阿迪萨亚不喜欢墨守成规，不喜欢把招式练得一板一眼，所有的基础动作就像教科书，而他入门时只是随便翻了翻。他希望用自己的理解来诠释不一样的武学魅力。如今他的技术已经成熟，可以轻松打出高难度的击打，用虚晃来吊对手的反应，灵活的步伐避免陷入血拼。跆拳道、欧式踢拳、拳击和泰拳已经被他揉碎后融入血液，成为他体内的查克拉。在拿下冠军腰带后，第一场卫冕战就遇到了上帝士兵罗梅罗。这位来自古巴的神兵在重量级排名第3，虽然已经42岁，但就杀伤力这点来说，完全不输当下的年轻选手。和他对战过的选手几乎都被送进医院。曾经在 UFC 创下8连胜，被他终结的名将不计其数，而他的飞膝神技更是令人惊叹。Boom! I mean, literally launched himself through the air. 当被爆出阿迪萨亚的下一位对手是这位战斗力爆表的格斗机器时，很多拳迷在网上评论这一战阿迪萨亚将会被摧毁，但比赛的过程却让网友吐槽这一战硬生生的被打成了精神小伙陪老汉跳 disco。 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很多人觉着这场比赛有一些无聊，其实和2位选手的风格有关。罗梅罗属于慢热型选手，会给你制造不紧不慢的节奏，当你适应着节奏以后，他再一波暴击强行带走。而阿迪萨亚属于反击型选手，他的打法虚虚实实，很少会用尽全力一击致命，而是用更多的花招和佯攻，有计划的拆解对手的防守。一旦预判到罗梅罗想要暴击，他就会第一时间开闪现跑掉，所以双方就算有2番战，或许比赛还是这个结果。当这场舞蹈大赛结束之后，台下的保罗·科斯塔就表示不屑，尤其是阿迪萨亚的保守打法，让科斯塔认为完全不够胆。I will smash him. Where is the son now?其实阿迪萨亚和科斯塔的矛盾在打爆5星哥那晚就结下了梁子，一位是中量级的新科冠军，一位是中量级的2号人物，他们之间的恶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20年9月，阿迪萨亚正式对上了科斯塔，他有着中量级最结实的肌肉，因此被称为魔鬼筋肉人。当他和阿迪萨亚站在一起时，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量级，他是中量级的毁灭机器，职业战绩13战全胜，就有11次终结对手，不可阻挡的进攻势头，曾和神兵拼杀3个回合，压迫式的打法把对手逼入笼边，凭借着身体的优势硬吃对手。然而这场比赛将会上演技术和力量的对决， ADC 和上单的 solo。阿迪萨亚 TKO 科斯塔之后，也将战绩刷新到20战全胜。来到 UFC 仅仅3年时间，就登上了中量级的顶峰，把中量级能打的都虐了个遍，剩下的不出意外都是送人头。但阿迪萨亚的野心并未停止，又把目标瞄准到了轻重量级，要打就打硬茬子，直接生重挑战冠军简·布拉乔维奇。这位拥有着重拳重腿的波兰大锤，在最近的4场比赛有3场都是在2回合内终结对手，所以这次生重能否成功，也是拳迷最关心的话题。3月7日 UFC 259，2位量级王者一较高下，最终阿迪萨亚以判定的方式输掉了这场生重挑战， MMA 战绩也刷新为20胜1负。这位一出动作就能暴露出兴趣爱好的中2冠军，有的人会非常喜欢，有的人会认为过于嚣张。
但从技术层面来说，他的实力是经过检验的，精准命中的击打，灵活多变的移动，招式诡异的假动作，接近极限的防守反击，在他身体内融会贯通。或许正如他喜欢的动漫一样，只有掌握水土火气4大元素，才能成为最强的将士神通，所以他也被称为最后的集大成者。有人形容他的打法很像蜘蛛席尔瓦，长相和身材很像骨头琼斯。阿迪萨亚却表示，我不会成为第二个某某某，我只是我自己，我只是第一个阿迪萨亚。因一部电影开始格斗之路，动漫的指引让他成为强者，这就是阿迪萨亚的故事，格斗史上最中二的冠军。我是黑龙 ，so 我会说一点点中国。好了，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还没有关注的朋友给一波关注吧，我们下一期再见。